说实话，艾琳娜自发布以来，我的心情就五味杂陈。倒不是因为过去都说她有多么赖，而是因为我从最开始看到原画中的期待，再到看到实机后惊呼的照片，从大神脸蛋的略感失望，再到萝莉口音的老人地铁手机，真不知道为什么卡普空最近更新的角色总会在外观上产生争议。我甚至找了我的好朋友也来听听这个萝莉音，让他来猜猜这个甜美声音下的外表。你来猜测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听声音，有点偏向于萝莉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哥特风。哥特萝莉嘛，哥特哦，对，这种方向，对不对？对。或者是要不就是短头发的那种，装可爱型。不过，唯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这一代的音乐做得比以往更加饱满。我并不是说过去的小曲不太行了，而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曲子更像是我们日常刷的短视频一样，简单又洗脑的旋律，不禁让我想起东躲西躲，东躲西躲，产生幻觉。东躲西躲，东躲西躲，甩脑壳。然后我们现在听听6代的音乐，是不是就感觉更加饱满了？如果上面提到的内容都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话，那么艾琳娜在过去的强度就是公认的赖王之王。这一角色还没发布就有不少的博主已经做过这些比较详细的内容了，我就简单的说明一下。4代的艾琳娜有非常安全快速的拳脚，可以在立回过程中拿到许多的优势，过波的性能也非常不错，然后自身多种中段和带有回避属性的拳脚可以用来压起身，很多时候打中还能继续连段。托马斯版本的不同视觉呈现却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难以去做区分。然后只要一倒地就可以回血，所以在4里面的艾琳娜就是一个非常恶心的存在。另外在最初登场的3代可以说是有小春丽之称，从最开始的定位就摆在那里，是一个依靠力回来拿优势的角色。虽然拳脚比你春丽，但是压制力远不及春丽的凶猛，所以在3代里算是一个冷门的角色。那么如今街霸6登场的艾琳娜表现又如何呢？艾琳娜总体来看，我感觉是一个拳脚玩起来十分有趣的灵动角色，而且总体的强度应该算得上是比较强，甚至能到耐的程度。只是新人朋友想要快速玩懂这个角色，可能还是需要一些门槛。我自己也是从更新后就开始试玩，直到当天晚上。为了赶进度，我自己不仅是游玩了几个小时后想了想这个角色大概的预期，也是去看了看职业选手的表现。我基本上能确定的是，艾琳娜就是一个拳脚判定丰富且优秀，而且可以玩出不少眼花缭乱的强力回的进攻型角色，主要是围绕他的拳脚判定和滑步派生当中。先说说他的拳脚艾琳娜其实很有达德利的影子，因为他们同样都是拥有一个丰富 TCG 的角色，而且6代为艾琳娜准备的 TCG 用处都很广泛。强力回主要是针对设计师赋予他的拳脚判定，这里就不得不总结一下这20多年来艾琳娜的内核：大长腿、强回避、干扰性枪，也就是这3点依然构筑在了街霸6的节点上。我对艾琳娜拳脚的综合评价，很多地方都有足够远、足够狠的招，尤其是立回过程中6HP 的摸奖风险极小，回报很高，6HK 横向判定也很硬，4HK 回避下段可以一定程度防止下拳脚泛滥的问题，中段搭配绿冲或是确认性价比都非常不错。虽然一般对空都用升龙，但是2HP 的效果也算不错吧。就是这些拳脚构建出了艾琳娜在不同情况下可以打出不同的策略，尤其是重攻击这一块，被防后的推背感太猛了，你甚至可以无限摸奖。我感觉下个版本艾琳娜的拳脚攻防距离这一块和攻击判定一定会被削弱。当然我只是提了她立回过程中的一部分，分数靠后一点的玩家排位遇到艾琳娜，我想他们对这些拳脚的感受会比我更加深刻。当然如果只是说这个角色拳脚足够好，可能只能让他脱离下水道的范畴。艾琳娜另一个核心就是她的滑步派生当中，艾琳娜派生的各种效果官方有做讲解，我就直接分享稍微硬核一点的知识，新人朋友千万不要忘记收藏，这可是关键题目哈。为什么滑步派生那么重要？首先在普通状态下的各种派生风险都很小，不仅是作为远距离穿播的手段，也是摸奖和做帧数陷阱的神器。当然这些更像是立回层面的加分项而真正核心的部分在于强化派生当中，这个也是在进攻过程中给予对手很大压力的手段，也就是在反摇托马斯过程中派生滑步强化状态的后续。虽然别在训练房乍一看一旦滑过去就是-3，但这个逻辑是你只要不是 OD 升龙，强化后的轻脚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可以打到你的后续，关键是被防+1，这就在整体的进攻节奏上控制住了对手的防守空间。可当对手一旦没有瞎鸡巴动的时候，你就可以派生重脚版本的压制，不仅是作为一个中段的判定，打中之后加4起步可以连段，被防还是恐怖的+3，你就可以做头折或者其他大动作。也就是看似你被艾琳娜命中，陷入了一次推板，实际上他把这一次推板换成了无尽的进攻循环，除非你凹了 OD 升龙。但是注意，滑步过后只是-3，你真的敢凹吗？大家想一想这个代价，我一次 OD 升龙抵消了你海量进攻中的其中一次，这值得吗？听闻我这样一说是不是就发现艾琳娜实际上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而且这个角色才刚刚出来，还有很多隐藏套路没有抛头露面。可想
想而知啊，这个角色的潜力是非常足的。我是你来问，你龟儿子又得说些新人听球不懂的东西，你就不能总结的简单易懂一点吗？尽管我谈论到了这个角色拳脚是有多么的强力，潜力有多么大的空间，但这个角色实际上对比热门款式来说，它的上手门槛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刚接触格斗游戏的玩家们，一个所有按键都是讲的角色，就需要花时间去适应这种状态。加上它优势的地方在更高级的立回和进攻节奏上面，新手玩家想要很快感受到这个角色带给你的魅力，可能有点不好实现。我对这个角色的看法，首先它本身是一个冷门的角色，拳脚设计和其他角色区别也很大，整体动作设计啊也比其他人僵硬了巨多。颜值这一块因人而异吧，我反正不太喜欢。加上它又是一个大体型的双开门，那这个角色更多玩的是一个立回和进攻，没有特别强力的起攻手段。所以让我来推荐这个角色是否适合新人朋友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再观望观望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高创哈，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哟。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Adios。就让我